乌克兰加入欧盟会议即将开启，俄罗斯指责美国打击克里米亚，俄军撤出沃夫昌斯克，超过300名俄军投降，乌军获得鹰眼轻型火炮，美国福分无人机曝光，新加坡 F-16坠毁曝光出炉。历史性时刻终于到了，当地时间6月21号，欧盟正式宣布已经批准在6月25号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与乌克兰一同参加谈判的还有摩尔多瓦。乌克兰加入欧盟进展之迅速，着实令人惊叹。诸如格鲁吉亚、土耳其、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在等待10多年后呢，连这个谈判资格都没有获得。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程序在2022年才刚刚开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例行讲话中表示，他们正在组建谈判代表团，并表示启动加入欧盟谈判是历史性的一步。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说，完全有资格加入欧盟。目前乌军大概在30万，如果加入欧盟，乌克兰将成为盟内陆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欧盟正在依靠乌克兰血战维持欧洲的稳定。一旦俄罗斯和欧盟接壤，势必会对欧洲经济造成极大的打击，因为大量资源将不得不流入军事领域，欧洲目前安全和平的局势也将不复存在。乌克兰已经为欧洲流了太多的血，于情于理，欧盟都应该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有的人可能会反对乌克兰的经济水平太差了，不满足加入欧盟的条件。但我们要注意，如今乌克兰正处于战争状态，经济状态无法和处在和平的其他国家相比。同时，一些欧盟成员的经济水平看似高于乌克兰，实则呢，则是在吸欧盟的血，维持经济增长。反观乌克兰，即便是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依然完成了2023年人均 GDP 增长 5.3% 的奇迹。而之前一直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保留态度的匈牙利也开始改变态度，也紧急同意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之前匈牙利还宣布了不再阻止北约援助乌克兰的任何决定。同时，匈牙利支持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出任北约秘书长，同意欧盟第14套制裁俄罗斯方案。可以看出，随着俄罗斯的野心逐渐扩张，一些想在俄欧之间左右逢源的国家也被迫做出了选择，整个欧盟都变得更加团结了。至于这次乌克兰能否成功加入欧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还有更多需要。乌克兰还必须进行一些重要改革，包括解决法治、寡头、人权和反腐问题等等。得到候选国地位对于加入欧盟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步。不过呢，整个过程需要历时多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只反对其国土被用作军事用途。加入欧盟还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目前已经有半数以上的国家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俄罗斯国防部6月23号声称，乌克兰军队向克里米亚地区的塞瓦斯托波尔发射了5枚装有集束弹药的 ATACMS 导弹。俄罗斯军队拦截了4枚导弹，1枚导弹因俄军防空导弹的撞击而偏离轨道，并在塞瓦斯托波尔北部爆炸。俄罗斯国防部事后要求美国为这次袭击负责，因为 ATACMS 是美国提供的武器。俄罗斯的这个要求显得非常搞笑。首先，这次 ATACMS 是由乌克兰部队发射的，俄罗斯要求美国负责的行为，无异于刀砍伤了人，却要求做刀的人负责。其次呢，美国早就要求乌克兰只能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设施，这次 ATACMS 本来也是要打击俄军的军事设施的，但是因为俄罗斯防空导弹的质量问题偏离了轨道，也就是说，俄罗斯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才炸了自己人。乌克兰军方官员没有证实或者否认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袭击。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市长顾问佩德罗·安德留申科表示，乌克兰需要获得西方伙伴的特别许可，才能将 ATACMS 与集束弹药一起使用，并且声称俄罗斯政府对这次事件负有全部责任，因为俄军在防空失败后没有进行疏散或者任何有助于减少伤亡的操作，只知道为该事件甩锅。
其实俄罗斯之所以甩锅给美国而不是给乌克兰，主要原因呢，美国是最近放松了对于乌克兰的武器限制，并且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少将在6月20号表示，俄罗斯一直在其边境内向乌克兰目标开火，将其领土视为安全区，所以五角大楼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乌克兰军方出于自卫行动，则允许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不仅仅是哈尔科夫附近的前线。前一段时间，美国总统拜登放宽了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弹药的限制，使其能够对俄乌边境的俄军进行远程打击。在此之前，因为担心战争进一步升级，美国一直奉行不允许乌克兰使用其提供的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的政策。而这次五角大楼将允许乌克兰打击的目标扩大到了俄乌边境以外的目标，覆盖了所有俄罗斯的土地。只要俄罗斯从某地对乌克兰进行打击，那么该地，比如机场、仓库等，就是乌克兰军队的合法打击目标。美国陆军少校查理·迪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俄罗斯正在从其领土进攻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必须能够反击袭击他的部队。同时他补充道，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的防空系统，将俄罗斯飞机从天空中清理出去。只要他们胆敢向乌军开火，无论这些俄军战机是否在俄罗斯的领空，在五角大楼宣布扩大打击范围的同一天，白宫呢还宣布，由于最近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袭击频率，导致乌境内出现了几次全国性的断电。为了保护乌克兰人的正常生活，白宫正在通过重新调配计划运往其他盟国的防空拦截导弹，改为紧急去援助乌克兰。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告诉记者，由于俄罗斯军方加速了对城市和基础设施中心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因此乌克兰迫切地需要更多的防空导弹系统。白宫预计这批紧急调配的物资将包括数百枚爱国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战线。最近俄军攻势逐渐加强，勉强撑过了乌军在赫里伯克和沃夫昌斯克的进攻，但损失非常惨重，很多俄军编制都被打残了。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纳扎尔沃洛申中校在6月23号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从沃夫昌斯克附近撤出被击败的部队，特别是属于第11军团的第18摩托化步兵师、第11坦克团及其第83空降旅的部队。他指出，沃夫昌斯克地区发生了3场战斗，俄军在这个方向的损失超过了80人，1辆坦克、5个火炮系统、44个有人的躲藏地点。在大量俄军被歼灭的同时，也有大量的俄军是选择了投降，他们都是为了高薪报酬加入俄军的，没有必要为了卢布丢了自己的性命。自从俄乌战争开展以来，乌克兰一直在展开一个名叫“我想活下去”的项目。被俄罗斯征召的士兵可以在该网站上注册，并且拨打投降热线。之后呢，如果他们被乌军俘虏，就能受到额外的优待，包括专属的战俘营，不会被交换或者遣返的权利。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代表安德烈·尤索夫表示，从22年至今，该项目已经接纳超过了300名投降的俄军。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在东线是取得了一定进展，包括库皮扬斯克和列托茨克方向，俄军又占领了一些小型据点，平均每天能推进200米左右。而在一些关键节点，比如恰索夫亚尔，俄军仍旧未取得足以改变局势的进展。总体来看，乌军在东部战线的压力较大，但同时呢，由于俄军在哈尔科夫战事不顺，甚至出现撤退的情况，这会让未来一段时间乌军在哈尔科夫的压力快速降低，届时乌军可以调兵回援东线，情况便会发生变化。美国军工企业 AM General 项目总监宣布，会在最近4个月向乌克兰提供数量不明的鹰眼105轻型火炮。鹰眼移动105榴弹炮系统是一种创新的火炮平台，旨在提高野战炮兵部队的机动性。该系统由 AM General 和 Meadows 集团合作开发，将105毫米榴弹炮集成到了轻型战术车辆上，兼具机动性和功能性。AM General 是一家著名的军用车辆制造商，开发了鹰眼系统，以满足对更灵活的可快速部署的火炮的需求。鹰眼系统利用久经考验的 M1152A1W 底盘，确保与北约部队现有的后勤和基础设施的兼容，同时运输也更加便捷，甚至可以通过空投迅速抵达作战位置。
鹰眼系统的主炮是一门105毫米的 M101榴弹炮，该火炮曾经活跃在二战和冷战，其准确性和威力在当时均属上乘，甚至直到现在，一些国家军队中仍有该火炮的影子，比如说韩国、菲律宾。该火炮可以发射多种类型弹药，包括高爆弹、烟雾弹、照明弹和集束炸弹。使用标准弹药，105毫米榴弹炮的射程通常是可以达到11公里，使用火箭辅助射弹则可以达到更远的距离。同时，依托更先进的观瞄设备，比如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观瞄系统、惯性制导设备、火炮雷达和计算机，该武器能够表现出不落后于时代的准确性。同时，自动化技术使其仅需要2个人就能完成所有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该武器仍未正式装备美军，美国陆军对其仍在测试当中。也就是说，乌克兰是全世界首个接收该武器并且服役的国家。最近，一种名为福分的新型无人水下航行器被发现停靠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怀尼米港海军基地。我们在谷歌地球上便能看到它。福分 UUV 的灵感是来自于其同名的滤食性鱼类。具有菱形的身体和翅膀状的鳍。该原型机是一种超大型滑翔机，能够执行长时间的任务，而且无需机载人员支持或者维护。它的设计允许它将自己锚定在海床上，并且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在不使用时节省能源。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即 DARPA 在2020年启动了福分计划，旨在加强水下航行器的设计。该计划的重点是提高载重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最初 DARPA 选择了3家承包商诺斯罗普格鲁曼、洛克希德马丁以及梅隆公司来开发原型。然而梅隆在2021年退出了该计划，让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马继续进行水中测试。根据诺斯罗普格鲁曼的数据，福分可以装入5个标准集装箱，实现全球运输和快速部署。而且由于采用了流体动力船体和浮力系统，使其主要通过在水中上升，然后向下滑翔来推动自己，因此能够航行得更远。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福分号的首席研究员兼总工程师布莱恩·西奥博尔德说，这种潜水器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推进机制，它一直在水中有目的地向前下落。当福分号需要上升或者下降时，它会通过抽取海水来改变浮力，从而改变飞行器的重量。由于螺旋桨驱动推进系统功率需求以及固定的电池容量的限制，当前携带大量货物的无人潜航器其使用时间都较为短暂。能源容量的限制使得无人潜航器需要定期连接到载人主机平台、更大的无人潜航器或者港口进行充电。而福分这种一上一下的前进方式，相比于传统的螺旋桨推进更加节省能源了，因此能够实现远距离和长时间的运输。福分项目经理乔迪恩表示，福分号的无人驾驶能力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在潜在危险环境中执行长期任务时，人类不会受到伤害。新加坡国防部宣布了陀螺仪老化问题导致了上个月在登嘉空军基地 F-16 的坠毁。这起事件涉及了新加坡共和国空军的 F-16C， 该战机在5月8号的一次例行训练演习中起飞后不久坠毁，飞行员安全从飞机上弹射了出来。根据国防部称，这次坠机事件是20多年来首次涉及新加坡空军的 F-16。调查显示，坠机是由于飞机的4个俯仰率陀螺仪中2个出现故障造成的。这些陀螺仪向飞机的机载数字飞行控制系统提供俯仰率输入。尽管飞机前的检查没有发现传感器有任何问题，但陀螺仪2号和3号在飞机起飞时给出了错误但相似的输入。虽然陀螺仪1提供了正确输入，但是飞机的飞行计算机拒绝了它，因为信息和陀螺仪2、3的不同。喷气式飞机的第4个陀螺仪也被激活，但同样被拒绝了，导致触发了飞行控制故障警告。调查报告指出 ，F-16 中2/4的俯仰率陀螺仪向数字飞行控制计算机提供了错误但相似的输入，这导致飞行控制逻辑将类似的错误输入接受为正确，并且依次拒绝了来自陀螺仪的数据，因为计算机判断之后那些数据是不正确的。这项调查得到了 F-16 制造商洛马公司和新加坡运输安全调查局的支持。洛克希德马丁表示，这是50年来首次因为陀螺仪故障而坠毁的 F-16。
目前，新加坡空军已经对陀螺仪进行了增强测试，包括定期拆卸和使用专用设备进行测试，以检测退化的早期迹象。5月8号坠机事件发生后，新加坡停飞了其 F-16机队，暂停了所有训练。在检查每个陀螺仪之后，飞行在5月21号恢复。调查发现，新加坡空军的维护协议或者飞行前测试是没有问题的。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